历史进入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年初，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德军在东线的战略主导权由此丧失。西欧战场上，同盟国有力地对轴心国发起反攻。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指挥的军队突破了日军控制的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吉尔伯特群岛，日军节节败退。这一年10月，为打通中印公路，以中国驻印军为主，联合英美军队共计26万兵力，开始向缅北日军发起进攻。华北和华中广袤的大地上，八路军与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和反摩擦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3年10月28日，山城重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接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来的一封电报：我极其盼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定为11月20至25日之间。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作为同盟国的首脑，应邀参加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重要会议——开罗会议。距离旧金山市区约50公里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寄存着完整的蒋介石日记。按照蒋家后人与胡佛研究所的约定，蒋介石日记可以查阅和摘抄，但是不能拍照或者复印。2015年4月，台湾1945摄制组远赴重洋，获准进入胡佛研究所。查阅并摘抄了蒋介石对罗斯福邀请其参加开罗会议的记录。罗斯福总统连来3电，其诚挚有加无已，殊为可感。日记是最私密的表达方式。从1915年至1972年，在长达57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坚持写日记，未曾间断。这些日记透露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的幕后细节。此次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与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他对于去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态度，他其实采取一种非常谨慎，而且甚至我们讲是一种低调的一个态度。即便如此，蒋介石和他的幕僚还是做了详尽的准备。他将起草方案的任务交给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王宠惠曾以第1名的成绩从北洋大学堂法律科毕业，而后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即转赴英国研究国际公法。他是中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第1任外交部长，也是第1位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中国人。
王宠惠他熟悉国际事务，尤其谈判的过程，最后是要立下文字的这些国际的条约。作为一个法学家，他也主导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从民国初年他就当过外交总长，所以他必须要很多层面上能够了解内政、了解外交、了解国际事务的人来参与到国际重要的场合，尤其要谈完之后要签条约的部分，必须有一个熟悉法律的专家参与。开罗会议主要讨论了军事和政治问题。关于军事方面，三国首脑一致认为，中美英三国应参加对日本的共同作战，直到使其无条件投降。关于政治问题，三国主要讨论了战后的中国问题、处置日本问题、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和成立新的国际组织问题。这是珍藏于台北国史馆的开罗会议纪要。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交的公报草案，其核心内容要使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当然归还中国一句，被英国代表贾德干改成了必须由日本放弃。然后由日本放弃，他放弃他的目的国是谁呢？他放弃他给谁呢？对不对？而且加上现在外界有很多的传言，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所以你如果不明确的把这个目的国确定，光写含糊的写一个就由日本放弃，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而起，而无作战之目的，以贯彻反侵略主义。措辞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英国坚决反对用归还，但是美国人听了他的论证之后，支持王宠惠的观点，所以简单的说就变成2:1，中国跟美国的观点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的丘吉尔跟他的外交代表就觉得也没办法再继续所谓的他过去的坚持的部分，所以最后的文字就改为所谓的归还了。这是开罗宣言的英文版。这段文字明确指出，要使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Well, as I say, it was, of course, important in terms of making sort of a solid case that these territories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Well, I think, of course, it was important in making, as I said, categorical that the Allies were united in the fact that there must be a total return of all the properties Japan had seized and taken over by any whatever means. 开罗宣言是战争期间的条约，它没有采取通常这样的缔约程序，它是国家元首直接参加谈判，直接表示同意，最后以新闻公报的形式发表。通过一个简易程序缔约，在国际法上丝毫没有瑕疵，反而说明这样的事情更重要、更紧迫。日据之下的台湾，前途与命运并不明朗。不仅是英国态度含糊，在美国关于战后台湾如何处置，也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One was to keep it under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like many of the other islands in the Pacific. 2 was to give it back to China. 3 was to promote an independent Taiwan. These were debated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到了194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从1937年全国性抗战算起，中国军民已经和日军进行了17场大型会战和数不胜数的游击战、麻雀战，使日军主力难以脱身。
此时的美国与日本的较量也进入了关键时期。That it was just too hard. China couldn't fight anymore, and of course that alarmed the American side because they feared that if there was peace on the mainland, then Japanese soldiers would be released. 中国的战区拖住了日本的数十万大军，从60-70万，甚至于最多的时候到100万，那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我想大家都晓得，法国1个月就投降了，英国实际上这个躲在英伦三岛，他也没怎么样到欧洲大陆去打仗。可是中国是真正的硬碰硬啊，用这个血跟肉跟日本人来打的。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中国打不下去了，投降了，或者是成为日本的傀儡的话，那么日本的军队马上就可以撤出来，北上打苏联，然后过太平洋打美国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罗斯福非常看重中国。在说服了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接二连三邀请蒋介石坐到一起，磋商对策，趁胜追击，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于是，同盟国的首脑有了开罗会议上的共识。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开罗宣言不仅确认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而且强调要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与台湾、澎湖岛为已经失去12年、50年之领土，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也称为马关。这座3层楼的米黄色建筑叫春帆楼。春帆楼右侧是日清义和纪念馆。こちらに展示されておるものは、下関条約の時に実際に使われたものでございます。例えばこちらにございます椅子でございますが、これは浜離宮の方から貸しされて条約の時に会議で使ってくれということで貸し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ます。それから実際に条約に調印しましたすずり箱、それからペン。1895年4月17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朝政府派出的大臣李鸿章被迫与日本方面的代表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2亿3000万两白银。この戦争、下関条約で自信をつけた日本がこれから大陸にどんどん進出していくという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ものであ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朝内要对外扩张，扩张基本上2条线，一条线就是正韩论，矛头指向这个朝鲜半岛了；一条线就是正台论，矛头指向台湾。所以应该说，他在台湾的机遇是蓄谋已久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正在等待参加朝廷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即会同4位来自台湾的举人和官员，5人联名上书督察院，表达了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赤诚之心。
台北，在建成10年之后，却传来台湾被割让的消息。噩耗如同晴天霹雳炸了开来，岛内民众鸣锣罢市，涌入台北城，愤怒抗议朝廷割让台湾，发誓保卫家园。终究踏进了台北城。割让台湾之后，清政府命令驻台的军队和官员必须内渡，那么对于台湾人民是缺乏支持的。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抵抗失败后，邱逢甲带着悲叹回到他的祖籍地，并发出10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的誓言。然而造化弄人，邱逢甲终其后半生，未能再踏上他诗中与梦里的故土台湾。飘零县有乡音在，夜半期间梦渡台。就他死的前1年还在那，就是他最后还是念念不忘台湾。这是福建福州的林森故里。被迫离开台湾后，林森回到他的家乡，转而加入同盟会，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林森出任参议院议长。他自己说的“闽台皆三子之地”，都是我的家乡。一语成王，我有义务、有责任、有这个使命感，跟台湾共存亡。林森即使后半辈子没有办法踏上台湾这块土地，但是他们可以说是同歌同哭，共同经历了清末的内忧外患下，闽台两地的精英分子共同经历的命运。为占领台湾，日本当局动用了当时其全国1/3以上7万多人的兵力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大举南下。在日军登陆台湾的前5个月时间，至少有14000人被杀，受伤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而同时期，日军也付出4800余人死亡和27000余人负伤的惨重代价，才占领台湾。从台北到台南，从沿海到山区，台湾民众用血肉之躯投入一场不计胜算的家园保卫战。在这些武装抗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日本国内对台湾非常头痛，所以呢，日本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台湾这个权利卖掉，卖给英国人或者卖给法国人，卖一笔钱算。有一批甚至于极端的人呢，说干脆把台湾人都杀光，杀得光光的，让台湾人变成个无人之岛，那么全部由日本移民到台湾来。1930年，在南投仁爱乡爆发台湾少数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是台湾民众在日据期间一次激烈的武装抗暴行动。
遭到日军动用包括化学毒气弹在内的残酷镇压。从1895年开始，台湾民众的武装抵抗一直坚持了30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国际上民族主义和祖国大陆5·4运动的影响，以林献堂和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本土士绅开启了文化抗日。他们组织诗社、文社，以宣扬祖国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大潮中，一些台湾人开始转赴祖国大陆，参加革命和建设。1924年4月，在台北袭击了日本警所，遭到通缉之后，18岁的李友邦逃离台湾，考取广州黄埔军校。欲台湾革命成功，必先祖国革命成功。祖国革命成功，才有力量帮助台湾驱逐日本强盗。当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时间到了1936年，已经占据东北和台湾的日军，对中国更为广袤的土地虎视眈眈。战争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带着种种悬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他是第一位进入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在随后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斯诺记述了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告诉他，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对于台湾也是如此。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发表抗战演说，声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国共两党对收复失地的看法不谋而合。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盘散沙，就是缺乏一个凝聚全民族的东西。而这个时候，由于国共的合作，由于共产党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呢，各党各派就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可以说中国第一次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叫做万众一心呢，同仇敌忾。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救亡图存。这一时期，大批台籍志士投身祖国的抗日战争，活跃于敌前敌后，竭尽全力反抗日本侵略者。在大陆组织了一些团体，开展了抗日护土运动，也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也有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前线。最典型的就是李友邦，他来到厦门，看到这个，他就在南普陀写了2个字“哭江”，代表了台湾人民的心声，就恢复祖国的疆土。这是位于浙江金华9房巷的一栋普通建筑。1938年秋天，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协助下，李友邦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是在台湾人里面都是认为这是
代表台湾人参加祖国抗战的一个正规的队伍，目标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1940年4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其他各党派的代表一起，联署提交了《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易速崩溃案》，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任台湾亦在收复之失地范围。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第二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发布了对日宣战布告。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在宣战的时候，中国就声明，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统统的失去效力。即使没有开罗宣言，在中国打赢抗日战争之后，马关条约也会根据国际法失去效力，中国此即也会收回台湾。1944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号召台湾同胞联合一致，共同抗日，争取早日回到祖国。这一天，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牵头负责，接收台湾的工作正式铺开。陈仪，浙江绍兴人，早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历任浙江省省长、福建省政府主席和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在福建省政府主席的任内，陈仪先后3次率团或派人考察台湾，希望对发展福建经济有所借鉴。整个台湾全部都在不同种类安排不同的工作，干杂物的人去干杂物，干茶叶的去干茶叶，做果树的，做水稻的，啊。都根据不同的一个去看，是希望把福建做一做，把福建做好。福建省档案馆收藏的台湾考察报告，就是陈仪任内的成果。这几乎是一部台湾的百科全书。即便如此，陈仪主持的台湾调查委员会还是发动了更为广泛的渠道，搜集整理台湾各方面的资料。台湾调查委员会呢，到1944年底啊，已经把什么台湾，这个包括行政制度啊、警察呀、土地呀、财政啊、金融啊、户籍啊等等各方面基本上摸清了情况。同时呢，还绘制了10万分之一和100万分之一的台湾地图。他是负责对台湾方方面面进行调查，以及安排台湾接收以后的工作计划、布局，以及编辑有关材料、宣传材料。所以说，这4大方面的这个工作呢，是台湾调查局的一个重要的职能。
为了逼迫日本投降，美军需要准确的情报去摧毁日本在台湾建立的防御工事。2015年4月，台湾1945摄制组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项已经解密的情报。为了执行登陆台湾的军事计划，美军标示并绘制了台湾各地的机场简略图，编写了多种关于台湾的军事档案。1943年底，一个代号为“扑道”的秘密作战计划悄然拉开。那铺道的话，就是说铺一条嘛，从这个菲律宾从这个南洋可以直通这个日本的道路。那当然，台湾就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它要切断日本本土到东南亚、菲律宾之间的一个联系。那它如果控制台湾的话，那基本上是切断它南北的联络。同时，它也可以牵制在这个中国东南沿海的日军，那这是最主要的。为了配合铺道计划，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有关台湾的特别研究中心。他们草拟一套与铺道计划善后相关的民政手册，作为美军登陆台湾的准备。1944年10月，美军对日据之下的台湾开始空袭，各式战机轮番轰炸。机场、工业设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几近瘫痪。伴随炸弹从天而降的，还有数十万份传单。这一张传单上面是和平鸽，下面印着开罗宣言。正反两面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这张中间印着台湾地图，上面的文字写着：太平洋沿岸两大国家联合一致，决心扫荡日寇，恢复人民之自由。日本对这个传单的管制是非常严的。那民众如果实际捡到我所知道是都会有一些透过警察系统去拦截这些传单，不要让它扩散。对日本殖民当局来说，美军散发的传单要拦截，台湾民众的思想要严控，效忠天皇的理念通过教育机制的运作全面推开。去学校是到迄个大门的时，有迄款的日本天皇的迄个铜像大家都拢爱伫遐一体伫遐甲伊闪鞠躬啦。随着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台湾总督府以各种方法动员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来投入战争，即便是学生也别无选择。在彰化商业学校就读的张克辉，于这一时期被编入伍。就宣布说这个学校已经暂时停下来了，里面都是学生兵。这个校长一宣布，一个班一个排刚刚好。校长宣布之后，每人发了一把带着刺刀的枪，上课的事情完全终止。开始宣布是说，一半念书，一半当兵，结果没有念过一天书。一到哪里呢？到大家那，后面有个大安山，就在那里挖战壕。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第14航空队配合下，向滇西日军发起反攻。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与滇西战役中取得胜利，日军遭遇重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抓紧有利时机，从1944年春开始，对日伪军普遍开始了局部反攻。同时注意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巩固，进行整军，加强民兵建设，为全面反攻做准备。活跃于福建与浙江的台湾义勇队改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晋升为陆军中将，继续带领他的伙伴辗转于敌前敌后，通过举行演讲、出版刊物、绘制标语和漫画，配合抗战。这份刊物叫《台湾青年》，当时的台湾义勇队对内对外发行的一个刊物。这里面也显示了台湾同胞在抗战的时候也到大陆去作战，为战胜日本有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配合队员上前线，对敌喊话，同音同语啊，有时候很有效的。还有一个是俘虏抓过来之后，我们善团的团员用日语访问他，还有就是一个慰劳伤兵、慰劳将士。接收台湾需要大量的人才储备。1944年10月，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在重庆应运而生。连振东成为首批学员。8年前在西安，他的儿子即将降生时，病危的老父亲连横留下了为孙子取名为“战”的遗嘱。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父亲，中日必战，也唯有中日的战争才能够解决我们重回台湾、重整家园、重新开始一切的一个机会，否则的话，台湾就是永久的已经割让出去了。所以在最后的遗言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将来这个孩子，假如是个男孩子的话，就叫他战，这也就是我的这个名字的来源。连战出生不到1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如今抗战胜利在望，返乡参与接收也指日可待。连振东积极建言献策，这是他发表在《台湾研究季刊》的一篇文章。连振东认为，应该迅速甄选各地人格高尚、身体健康、办事敏捷的人士加以训练，以备他用。这是福建泉州的培元中学。1944年12月，一则招生启事吸引了阮传发的注意。中央警官学校要在福建设立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他决定报名试试。你要会讲闽南话或者客家话，这个是为主的，所以主要的是闽南，特别是我们泉州、漳州，泉州最多。我们的教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而按照黄埔军校的训练那一套来训练我们，还有实弹射击。那么为什么要学些军事知识呢？因为万一到台湾的时候起码要自卫。日本是不是服服帖帖的？是不是不会反抗嘛？如果万一有反抗，那我们也要起码要有自卫的能力1945年2月，教育部筹办的海江学校就要开学了。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长的张兆焕，将校址选定在自己家乡福建仙游的金石学堂，也就是今天的仙游一中。
我祖父呢是从2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就是说创办这个学校呢就是3年制的大专学校，另一方面呢还筹备了一个就是为这个台湾这个本土排研人才，这个短训班，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关乎台湾来源。大家就是抱定这个志向到台湾去了嘛，一路大家也一起走了嘛。高中毕业生一共20个人，但师范科跟华商科就录取了6个人在里面。那个时候物资很缺乏，所以那个要到上海去买课本都要买回来都不简单的。所以大学里面的那个教授，他是别的学校的大学的教授，我们校长特别把他请来。铺道计划因美军转向从琉球登陆，直接进攻日本本岛而终止。时间进入1945年5月，此时日本已在苟延残喘。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了。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3国政府首脑以及3国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在德国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1945年7月26日，同盟国发表中英美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然而，日本政府全面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顽抗。同盟国决心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日本投降了，同盟国的居民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这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波茨坦公告。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开罗宣言放到波茨坦宣言，而波茨坦宣言又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那么，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呢都是根结于开罗宣言，都开罗会议所做的这个主张啊，所以这个中间它就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日本が国際的に約束したことである、尊重しなければ国際的な信用を失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国際的には意義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人間関係で言えば大変卑怯な
た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造成无数的苦难。50年间，约有65万台湾民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国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日本投降之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投降。陈仪的团队受命即将赴台收复失土。分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到来？敬请收看6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湾1945》第2集《宝岛新生》。